1944年，日本名将横山勇率领着11万大军兵临衡阳，而守城的中国军队连拼带凑加起来仅有 1.7 万人。从兵力上看，这似乎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。可谁能想到，47天的血战下来，竟有5万日军倒在了衡阳城下。兵微枪少的中国孤军为何能打出这样的军事奇迹？本期我将用 3D 动画详细的还原整个战役过程。1944年6月23号，日军第68师团从下游渡过湘江，向城南一带发起进攻。这支部队专门受过城市攻防战的训练，堪称主力中的主力。而中国军长方先觉早沿着这一带的丘陵坡地，构筑了一圈天才级的防御工事。最前沿的停兵山和高岭看似是2个单薄孤立的据点，还不够给日军塞牙缝。可当日军的先锋一头扎进去，才发现停兵山和高岭的真正火力点全部藏在了背后的反斜面。日军几次猛打猛冲，要么被密布的地雷炸得退回去，要么被身后的机枪当场扫杀。一天下来，日军伤亡了200多人，却寸步未进。日军的火炮虽不断支援，企图拔掉这些隐蔽的火力点，奈何碉堡所在的位置实在太过刁钻，无论多少炮弹呼啸而过，基本都是听个响。毕竟谁也想不到，竟会有人把碉堡的射口对向自己的阵地。而在陈纳德的帮助下，中国也组建了一支中美飞行队，空军实力较之战前有了很大的提升。由美国生产的 P-47、P-50战机，无论是速度、火力还是防护性能，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零式纸飞机。所以在衡阳保卫战中，中国一直牢牢掌握着制空权。日机一般要等飞行员下班了才敢发动空袭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虽然抗战后期有不少美国空军前来中国助战，但他们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，下午5点必须准时下班，这从而让日军有了可乘之机。6月27号凌晨，日机在大量战机和火炮的掩护下，向停兵山和高岭发动猛攻。中国守军虽拼死抵抗，血战至最后一人，但终究挡住敌人密如骤雨的炮火。黄昏时分，连长白天林正在侦察阵地时，发现20-30个日军围成一圈，站在远处的山坡上。这阵势一看，肯定是领导来视察阵地。白天林当即下令开炮，将其一窝端掉。直到战后，白天林才知道，他的8发炮弹不仅将日军68师团的高层全部炸成重伤，就连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也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。区8发炮弹竟然彻底瘫痪了敌人的师部指挥系统，这是白天林做梦也想不到的战果。入夜后，日军猫着腰，端着枪，垫着脚，悄悄地向枫树山一带摸来。中国守军不慌不忙，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，方一声令下开火扫射。猝不及防的日军顿时死伤一片。晚上9点，摸清了守军的火力配置后，大批日军在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，以近似爬行的方式摸到了阵地前。借着信号弹的光亮，日军一跃而起，嚎叫着发起冲锋。然而到了跟前，他们才绝望地发现，所谓的守军阵地竟然是一堵高达6米的绝壁。日军面面相觑之时，山崖上的守军喊杀震天，手榴弹如雨点般砸下来。一瞬间，火光四起，硝烟弥漫，断崖前的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。慌乱中，日军试图躲进绝壁的死角下，以为这样就打不到他们了。殊不知断崖下方竟是一条壕沟，底部铺满了尖锐的门钉，灌满水后根本看不见，一旦跳进去就会被扎成筛子。两侧还修筑了石头暗堡，各配有6挺机枪。跌入壕沟的敌军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任凭宰割。在这套精妙绝伦的防御攻势下，日军是来多少死多少。张家山位于衡阳的西南角，是整个城南的主阵地。它和左侧的枫树山、右侧的虎形巢相距不过100米，正是机枪的最佳射杀距离。彼此互为犄角之势，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。自6月28号起，日军连续5天对张家山发起疯狂的猛攻。吃了前面的亏，日军这次学聪明了。冲锋前先用重炮对主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，待守军沿着战壕撤退后，日军在20挺重机枪的掩护下，如潮水般涌向断崖，架起云梯拼命地往上爬。眼看就要爬上山崖，突然手榴弹如暴雨般倾盆而下。原来中国守军并没有溃退，
而是在第一时间撤进地堡里躲避炮火，待日军爬上来后再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此时双方距离太近，后方的日军投鼠忌器，不敢动重炮和机枪支援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士兵一批又批地冲去送死。眼见久攻不下，日军使出了更卑劣的手段，每次炮击过后，再利用风势向张家山投放毒气。趁着烟幕的掩护，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敢死队再次抬起云梯发动冲锋。可刚爬了2-3步，悬崖上又是铺天盖地的一片手榴弹。原来中国守军早就准备好了湿毛巾，简单防护一下就藏进了地堡里，待毒雾一散，立刻重新上阵，该怎么炸还怎么炸。连毒气弹这种损招都不管用，日军只能靠人海战术强行进攻。每次300-400人一组，分成3排，不分昼夜的轮番冲锋。用团长曾经的话来说，这些日本人从上到下都跟中了邪似的，完全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前面的才倒下，后面的就跟上，眼都不眨的接着冲，直到全部死光。在抗神剧中，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直接能灭掉一个小队，但在真实战场上，每一场仗都是苦仗和硬仗。面对这么不要命的敌人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更不要命。在日军波浪式的进攻下，虎形超和张家山的前沿战壕数次易手，双方扭打纠缠在一起，根本分不清敌我。由于日军往往趁夜色发动进攻，漆黑中的守军只能靠手摸来辨别敌友，摸到粗布衣服就是自己人，摸到光滑的卡其布就毫不犹豫的一刀捅过去。在你来我往的激战中，中国守军凭借着居高临下的优势杀敌无数。横山永渊计划3天就能拿下衡阳，但10多天过去了，却连衡阳的大门都没摸着。根据日本战史的记载，仅在第一轮的进攻中，负责主攻的2个师团便伤亡了16000人，加之后勤部队不断遭到中美空军的轰炸，补给完全跟不上。横山勇被迫在7月2号停止总攻，战事进入了相持阶段。负责防守衡阳的第10军虽暂时获得大捷，但开战10天伤亡已达4000多人，弹药消耗近60%。仅在张家山阵地上，一挺轻机枪一天打出来的弹壳就有2箩筐。粮食虽然充足，但在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下，粮仓早化作了一堆焦米，大家只能捡来做成糊饭，拿盐水泡着吃。而日军自打下长沙后，为了快速推进，随身只带了10天的干粮，此时别说焦米，就连谷糠都快吃不上了。7月8号，中美空军开始给第10军空投物资。由于衡阳城区太小，两军阵地犬牙交错，很多物资顺着风就飘到了日军阵地上，或掉进湘江里，守军实际得到的不过3/5。更糟的是，投下的多为一些毛巾、香皂、香烟等生活用品，医药粮食、炮弹这些战略物资却少得可怜。此后夜里，中国守军用24盏马灯在城里围成一个光圈，好让飞机能精准投放。万万想不到的是，狡诈多端的日军也在自己的阵地上依葫芦画瓢，用灯围成一圈。飞行员半夜难以分辨，又被骗去了不少物资。这天，一架运输机在衡阳上空盘旋了一圈后，竟朝着日军的阵地飞去。方先觉大骂之余，城外传来了一阵爆炸声。原来飞行员专门在空投袋里装了几包地雷，故意投在敌人的阵地上。当日军欢天喜地地拉开包裹时，不料却收到了一个地雷大礼包。7月11号，随着炮兵部队和补给先后抵达，日军向衡阳发动了第2次总攻。其战术套路依然是万年不变的飞机炸完大炮轰，大炮轰完步兵冲。不过和第一轮相比，这次的战机火炮兵力全都增加了1个倍。在这种绝对的优势火力下，守军人拼死坚守。作为主阵地的张家山肆意起手，打到后面，日军甚至都不用云梯，而是踩着绝壁下堆积如山的友军尸体直接往上攻。7月14号，在日军连续不断的抵近轰炸下，绝壁逐渐垮塌，日军如潮水般涌上了张家山，弹尽粮绝的中国守军被迫撤退回防。城西方面，方先觉早已命人将这一带的水田全部挖开，化为了一片沼泽。但在20多天的进攻中，日军渐渐突破，逼近了虾高地。一旦打穿这里，他们便能长驱直入，占领衡阳。开战前，虾高地的正面被削成了10米高的绝壁，下方则挖出了一条深达15米的壕沟。除了底部铺满门钉，
半高处还架设了一张带刺的绳网。是日深夜，600个日军摸黑来攻，在守军机枪火力的驱赶下，几乎全部掉进了这张天罗地网中。当日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，手榴弹如倾盆暴雨般下了整整半个小时，炸得日军是哭爹喊娘，全部命丧黄泉。在第二轮的总攻中，日军虽拿下了张家山和虎形巢，但却付出了8000人的伤亡代价。当月日本在滇缅战场节节败退，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塞班岛被美军攻占，而衡阳第二次总攻的失败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根稻草。7月18号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四面楚歌的局势深感无力，被迫下台。而经过1个多月的拉锯战，衡阳守军已是弹尽粮绝，总伤亡达到了80%以上，连长、营长相继牺牲，军长方先觉手下能调派的士兵仅以个位数计算。随着空军调往滇缅战场，支援也时有时无。战前蒋介石命方先觉只需坚守10天，力不从心之时，更用电报发密码2字，届时定派兵来援。7月12号，当方先觉首次求援时，蒋介石确实派了4个师直奔衡阳，不料日军早已破译了中国的军事密码，第一批援军才刚刚到达，便被日军抢先一步堵在了衡阳城外。一直以来，衡阳保卫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战略视角，日军投入5个师团11万人，但直接参与攻城的只有2个师团，剩余的3个师团呢，不是留着摆造型，而是要等着围城打援。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和衡阳只隔着1层纸，却迟迟不捅破它。不是不能，而是要以衡阳为诱饵，将中国第9战区的主力吸过来，再一并围歼。一旦得手，往后进攻桂林便易如反掌。而国军内部派系林立，大家都抱着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，所以不管蒋介石如何下令，大多部队都屯兵不进，只求保存实力，巩固自身地位。听着谁谁谁又来了一个师，实际上真正参与战斗的往往只是一个营。当时长沙、衡阳一带活动的中国兵力共有50多万，能迅速支援衡阳的有9个师，离得最远的有10公里，最近的只有1公里。如果团结一致，内外夹击，便能像台儿庄保卫战那样获得大捷。但由于指挥混乱，各自为战，最终使衡阳保卫战的战果化为了泡影。8月初，日本眼看11万大军打了40多天，都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衡阳，责令横山勇立即发动第3次总攻。从8月4号到8月7号，日军将衡阳4面围住，先后向守军阵地发射了4万发炮弹，整个衡阳几乎被犁了一个遍。城外的援军每天都在发电报，声称明天必到。可一个又一个的明天过去了，说好的援军依旧没有来。8月8号，衡阳城破，方先觉被俘。其实在城破之前，属下就多次建议他突围出城。当时日军已苦战了1个多月，士气十分低迷，如果率领着仅存的1000将士冲杀出去，必然能杀出一条血路。但城中有9000多名伤兵无法行动，一旦抛下他们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当时方先觉望着下属说了一句话：别人可以不管他们的死活，但我不能不管。8月7号，日军为了逼迫中国守军投降，对外围医院的伤兵进行了集体屠杀。仅存的上千守军要同时去解救散落各处的9000多名伤兵，实在是力不从心。万般无奈之中，方先觉被迫和日军展开谈判。他最终答应有条件停火，前提是不杀害俘虏，必须保证幸存官兵的生命安全。所以你可以说方先觉怎样怎样，可唯独不能说他对不起他的兄弟。此时此刻，没有什么比这7个字更能诠释方先觉：虽千万人，吾往也。